这是 vivo X100 Pro， 它是蓝厂今年最重磅的发布。这时间过得是真的快，3、4年前这个时候，我还在泥里面用这个 vivo X50 Pro 仿拍荒野猎人，然后现在就已经到100了。在当时 X50 Pro 拍视频虽然还可以，但你要说它强，我会说至少在视频方面和那时候 iPhone 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。但是时代变，到了今年，安卓阵营在拍照上超越 iPhone 已经不算稀奇了。根据 vivo X100 Pro 的发布会来看，视频上 vivo 和 iPhone 掰一掰手腕，好像也不是不可能。所以这次我们收到了他们的样机来做一些测试。当然，在开讲之前，我得说 vivo 后续的确会找我们用这台手机拍一条有趣的片子，但这条视频的内容他们不会干涉，我们想说什么都可以。但是我就有必要和你通个气，这算是什么半拍即合？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台号称安卓数一数二的影像王者到底强不强。配色上 vivo 一直都非常的大胆，这次 X100 Pro 除了常规的黑色和白色，还推出了2款风格化的颜色，官方把它称之为星际蓝还有落日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2个颜色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换皮或者是调色盘，在材质上两者也拉开了差异。我们用显微镜拍了它俩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像星际蓝是类似于星轨纹路的磨砂材质，这手感很棒，但是非常滑手，容易掉。而橙色我们公司大部分人似乎都会更加买账一些，它的纹路看起来像是涟漪一样，摸起来手感会比较扎实，握持感会更好一些。那除了配色本身，它俩在影像模组的圆环上也做了区分，分别是银色还有金色，用来代表太阳还有月亮，这看着还挺协调的。可能我唯一想吐槽的点就是这一行小字，就为啥呀一定要加这个 extreme imagination， 就非常土，这个字体还不一样，很怪。这有啥作用，对吧？你怎么看？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么强的想象力，对吧？把它给剔掉，你再看一下，是不是会好看一点？在使用体验上，我们在公司内部做了一些小的调研。那在给一些只用过 iPhone 的同事体验之后，他们按照顺序列出了这些点，你可以作为一个从 iPhone 切过来之后你会有的体验的参考。那信号还有性能是看起来比较突出的2个体验点。在我们测试过程中 ，X100 Pro 的信号格确实挺坚挺的，开阔的地方、车里、厕所，甚至到电梯里面 ，X100 Pro 也很少出现断网的情况。哪怕是信号差，基本上也是卡而不断。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到，原来在我们公司厕所里是可以玩手机的。iPhone 的信号嘛，懂的都懂。说真的 ，X100 Pro 超越它，我也不意外。但是这个性能方面，我觉得还挺吃惊的。之前当我听说 vivo 这次没有用8 Gen 3，而是用了这个联发科的天玑9300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拉了。但等到发哥的9300评测解禁之后，相信看过极客湾这样的解析，我们都知道这颗芯片有多抽象，有多猛。它非常激进的选择了全大核的结构，但是居然功耗没有崩，这太猛了。性能不仅超过了 A17 Pro， 也击飞了骁龙8 Gen 3，这是真的夸张。当然，跑分是一方面，我们更看重的还是实际体验。那在测试之后，我们可以说 vivo X100 Pro 不负众望，真的还挺猛的，各种游戏画质拉满都能稳在60帧甚至更高，基本上不用担心降频、掉帧或者屏幕变暗。尤其是稍微轻量一点的游戏，比如说英雄联盟，在高强度对线半小时之后 ，X100 Pro 机身的最高温度测出来是34度左右。iPhone 15 Pro Max 在这一项的表现是40.5度。这发哥是真的厉害，硬是把一个旗舰影像手机变成游戏手机，真的能打。而且在续航上，两者在高强度对线1小时之后 ，X100 Pro 胜于89%，而 iPhone 15 Pro Max 则是87%。两者虽然差的不多，但是毕竟 X100 Pro 有快充，所以你也基本不会有电量焦虑，体验也会更好一些。那可能我唯一的抱怨就是这块凸起的影像模组，在你玩游戏的时候，它的存在感会非常的强，很影响手感，手指也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放，而且玩完之后你会收获这样一个满是指纹的影像模组。这非常难受，这是一个我一直以来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。有没有哪个天才能够想出一个自动清洁手机镜头的工具或者手机壳？我至今没有想到一个好的结构，我想做这个产品好久了。所以如果你有个解决方案的话，求你了，快点把它出来了。一个指纹能够让一个手机的影像系统倒退5年的画质，真的认真的，这是个世界难题。不过无论你是否喜欢用手机摄影，是否在意它的画质，那不得否认的就是手机代替部分相机，这就是真实的行业状况。这一点确实能吸引很多的消费者，所以这个庞大的影像模组是有道理的，也可以说是 vivo 最重视的地方。那 X100 Pro 它的影像靠谱吗？vivo
X100 Pro 这次采用了3摄加一个激光雷达的方案，有一块1英寸的 IMX989 传感器，搭配等效23毫米 f1.75 的主摄，还有2.76英寸等效15毫米 f2 的超广角，还有1/2英寸的底，搭配等效100毫米 f2.5 的长焦组成。3个不同的传感器和镜组在实际拍摄的时候，一致性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没有明显的色差。不过这个圆环结构就会让我联想到去年我们评测的那个小米12S Ultra 的概念版的咪卡口，就不知道 vivo 有没有想过做一个自己的 V 卡口，对吧？哪怕是可以取下这个圆环，给它上一点特殊的滤镜也好。但现在这些齿只是一个装饰作用，没有什么实际的功能。vivo 这次也的确和斯莫格合作出了一个带手柄、可上滤镜的手机壳，但是目前还在优化，我们还没机会用到它。不过我们团队为它临时做了一个小东西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左轮滤镜系统。理论上，你可以在这4个滤镜槽里面装上不同的滤镜，安迪、黑柔或者别的，再加一个空滤镜，只要一扭，你就可以切换不同的效果镜，这是不是非常优雅？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也许我们可以努力优化一下，把它给做出来。但这个体验我觉得真的还挺酷的。那言归正传，目前在拍照方面，我对 vivo 是没有任何怀疑的，它真的非常猛。你可以先看看这些样张，都是裸机来拍摄的，你可以猜猜各自对应的机型，你会更喜欢哪一个？3、2、1，揭晓答案。我会说 X100 Pro 无论是解析力、白平衡还有暗光，确实表现得很优秀。这个锐化它有，但是没有很过度。色彩的话见仁见智，你会更喜欢哪一种？我个人觉得 vivo 调教的还是挺不错的。而他们和蔡司联名也有很长的时间了，确实也不只是贴标，用上了这个蔡司独有的这个 T-Star 镀膜工艺，在画面有些点光源的情况之下，你会看到有防眩光，还有一直鬼影的效果。那 iPhone 15 Pro 这一代其实也有一些改进，也换了镀膜，但相比之下鬼影还是会要明显一些。那硬件上1英寸传感器的主摄配上 f1.75 的光圈，这进光量非常充足，所以不管是日光还是夜景，这 X100 Pro 都能和一些1英寸的相机来掰一掰手腕。那只不过因为它没有这个可变光圈，目前很多手机有的功能，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它的景深有一点太浅了，就是虚化外的东西真的是看不清楚了。有时候创意上我会希望我能看得更清楚一些，那这种时候只能切到超广角再来进行拍摄，就会有点别扭。超广角方面 vivo 的焦段会比 iPhone 长了2毫米，视野会窄一些，但是解析力方面又会比 iPhone 要好一点，你仍然可以用它拍出一些让你笑嘻嘻让当事人哭唧唧的照片，这都没问题。那这个4.3倍的长焦其实是这次影像系统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功能。100毫米这个焦段比较甜点，有足够的空间压缩感，也不至于太长焦，和别的镜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画面风格。那不过这个长焦最核心的功能，我觉得还是它的长焦微距功能。100毫米的焦段使得它和各大镜头厂的百威很像，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大概是18厘米，这听着有点远，但其实已经很近了。你看一下这个照片，在这个距离之下使用这颗镜头，你可以直接获得一个非常漂亮的虚化微距照片，不需要运算。主要是它相比超广角微距，你不用贴到一个非常尴尬的距离来拍，就可以抓住画面的主体，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会更加易用。而且更核心的就是它有趣，就是你会特别愿意看到任何东西都拿它去，我拍一下，我拍一下，去试一试。这个心态是我用它过程中最享受的一点。那唯一的吐槽就是，无论是这个长焦还是主摄，这 X100 Pro 的取景还有最终成片，都有一个有点长的时间差，还有效果差，这会经常给你一点预期违背的感觉。就希望它之后的更新能让运算的过程更快一点。那软件方面，公司伙伴评价最高的就是抓拍模式 ，X100 Pro 会直接通过提高快门速度，还有 ISO 来获得一个更小的动态模糊。这样的话，你不会再拍到这种鬼畜的女友荡秋千的照片。我们公司小伙伴甚至可以通过多帧堆叠拍出像这样的运动照片，我觉得还挺有趣的。要是机内能够自动生成，那就更好一些。到了人像模式上 ，X100 Pro 现在可以自定义郊外光斑的样式。那实际用下来，我个人会非常喜欢这个 Biota 的效果，有一种悬焦的感觉，非常的复古。但是至于这个 Cine Flare 电影光晕这个开发的真的是有一点一言难尽。这个模式你看一下，这个炫光拍出来是这样的，假的离谱。你看看这个是正经蔡司头的光晕，而这个是算法得来的，这不是一个玩意儿，对吧？那好的地方是这个人像模式经过了 vivo 这么多次迭代，它边缘的处理还是相当优秀的。现在哪怕是最难处理的人物头发和后颈也不会糊在一起，甚至在我们的测试之中，大家的评价都是要高于 iPhone 的，这还是挺神奇的。如果画面中有前景，那也是一样，它会变得非常自然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照片方面 X100 Pro 的确是超头部的，所以你日常的需求如果偏向照片的话，那它确实要强于 iPhone 一些。只不过目前这个 UI 我觉得需要稍微再优化一下，有点乱，因为它给的模式真的有点多，我觉得还不如去掉一些不常用的模式，这样用起来应该会更加舒服一点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讲 vivo 夸下海口的，说是能和 iPhone 掰一掰手腕的视频模式。先来看点样片。
X100 Pro 的色彩和解析力在视频方面，我个人觉得直出状态之下，它确实会比 iPhone 要显得更加讨喜。画面有着合适的对比，有针对人物的自动肤色优化，还有提亮，噪点也非常可控，整个画面就非常通透。那到了电影人像模式也是这样，我觉得它比较震撼的就是它的抠像真的还是做的挺不错的。你看，这居然真的能和 iPhone 掰一掰手腕，这个抠像方面。它最大能够拍摄和 iPhone 15一样的 4K 30帧电影效果模式，那虽然已经是安卓阵营的唯一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它能有 4K 60帧。而且 vivo 现在和苹果一样，支持 4K 60帧模式之下，实现从超广角到长焦的混合变焦，那这也是挺好的。但总的来说 ，X100 Pro 在当前代表了安卓的顶级水平，也确实可以和 iPhone 来正面对抗一下。但是再往上一些，这种需要进入后期流程让画面变得更好的过程之中，那差距就会出来。毕竟 iPhone 15 Pro 现在有了这个 Apple Log， 还有了 ACES 的支持，它的宽容度还有各方面都非常恐怖，整个色彩管理也非常完整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两者调色之后的画面，这个调色空间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。青青至少说，在目前它的画面不算特别好调，尤其是 vivo 目前没有一条被各大软件兼容的伽马曲线，导致整个后期流程会难以标准化，这是我觉得客观存在的差距。目前安卓端我比较偏爱的第三方软件是这个 Protek， 菜单会舒服一点，但是目前 vivo 没有给它开放太多的权限，无论是电影人像模式还是一些别的算法都没法被映射过去，所以画质上会受限。我是希望 vivo 能给更多的一些开发空间，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自己也能开发一些软件来适配这台手机，影像性能还会随着开发者的努力而进一步提升。X100 Pro 这次还有这个 8K 视频录制功能是它内置的，但是这个功能我觉得真的是噱头远大于实际，对于 99.9% 的人包括我在内，我觉得都没有意义。虽然画面还是挺锐的，但是我宁可用这个功能去换一个更好的 4K 编码，给一个自定义锐化，或者是给一个 4K 120帧，这都很好。那同样的运动模式，也许是算力的原因 ，X100 Pro 目前只支持 1080p 60帧，而 iPhone 支持 2.8K 60帧，而且长焦可以调用这个防抖模式，这可能是 iPhone 我当初忘讲的最厉害的一个功能了，真的效果非常的厉害，超级稳，和稳定器一样。那 vivo X100 Pro 目前只有主摄可以调用，而且实际的防抖效果上，你会看到有这样的抽动，还挺明显的。说真的，我觉得防抖算法还有不少的提升空间。所以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会有一点可惜，这台象征国产顶级安卓影像手机的 X100 Pro， 它没有卡在硬件上，在拍照上也强于苹果，视频方面如果是直出的话，对于非专业创作者来说，差距也并不大。那不过怎么说，它也是叫 X100 Pro 对吧？还是得对得起 Pro 这个名字，关注一下专业用户的。虽说专业用户确实又抠门又难弄，但这毕竟是一个企业深度的体现，对吧？你看 vivo 你已经有了这个专业模式，这个苹果死活不愿意给的模式，也有可玩性很高的操作，如果能够稍微优化一下曝光逻辑，把这个高光衰减优化一下，给个好的 log， 那 vivo 将来在视频功能上打平或者是超越 iPhone， 我也不会意外，对吧？加油，vivo 的工程师老哥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 vivo X100 Pro 的上手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欢迎发给你的朋友，给他们看看，如果他也想买的话，也请务必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